二手杰作在故事简介中写着，这是一个关于儿子死了，爸爸红了的荒诞故事。儿子坠楼自杀，父亲替儿子写了一封才华横溢的代笔遗书，竟然一夜成名。然而这却是一个荒诞故事向内探索，简直是讽刺喜剧教科书的程度。看点一：隐瞒真相的离谱操作。马银波，于和伟是位心怀作家梦的高中语文老师，可他不受同事同学待见，写了30年的稿件没被发表过，将所有希望寄托给儿子马默。郭麒麟是儿子还被认为智商低下。可马银波的糟心事不止这些，马默意外坠楼，极有可能成为植物人。然而马银波夫妇通过马默手机里的照片，马默的坠楼极有可能是爬楼偷窥女同学导致的。一时间学校风言风语，将马默说成是偷窥狂。马银波明知是事实，却不想儿子受到异样的目光，用自己笔耕半生的经验，将儿子的意外坠楼伪装成自杀，并替马默写了封遗书。原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，但荒唐的还在后面。看点二：儿子醒了，老爸的梦碎了。马默的遗书一出，众人纷纷被他的文采折服，连瞧不起他的同学老师都赶到医院为他祈福，被各大媒体报社争相报道，马默一下子成了众人追捧的文学天才。但做了半生作家梦的马银波非常享受自己的作品被追捧的感觉，出书、炒作、颁奖，红得不亦乐乎。就在马银波沉溺于名利场的快乐时，马默醒了。马银波逼迫儿子不让他说出一切，而潘东妮不愿马银波将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儿子，让儿子来了个封笔声明。此时已经陷入疯癫的马银波将一切实情说出，然而众人都觉得他想借儿子的名气给出书，一气之下，马银波自费出书，自费买书冲销量，最后被工商局查封。但看过书的读者认定2本书作者都是马默，任凭马银波怎样解释，大家都不信。最后失意的马银波来到楼顶天台打算跳下，却意外成就了自己的作家梦。一场荒诞无比的替子出书是贯穿全片的讽刺。马银波代笔的不仅是儿子的遗书、文学作品，也是儿子的人生，将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以儿子的名义实现着。片中处处充满着现实的影子，对马默态度转变极大的女同学、老师、陪酒女成作家后被当成卖点等等，各种明示暗喻的讽刺密密麻麻，精巧有趣。故事是虚构的，但表达出来的意味却如此真实，把无讽刺不喜剧的特质发挥到极致。二手杰作真把喜剧玩明白了。二手杰作能获得好的口碑，一方面是有个好剧本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一众好的演员，将人物塑造的真实立体，让观众相信荒诞故事中也有真实人物的存在。说到这就不得不提这几位演员了。第一位，于和伟。没有人会质疑于和伟的演技吧？凭借《觉醒年代》中精彩表现拿下白玉兰视帝，今年又因坚如磐石在电影圈风生水起。这次在二手杰作中，于和伟又贡献了他绝佳的演技。片中，当儿子被校长说迟钝时，于和伟饰演的马银波心怀不满也不敢发泄，坐在旁边一声不吭。可听到儿子的班主任说这话时，马银波的情绪随着手拍桌子的动作爆发，站起身来指着班主任的鼻子问。这一段戏，于和伟将马银波的懦弱、势力以及愤怒的情绪全部拿捏，让人物情感更加饱满，能带动观众的情绪。第二位，倪虹洁。倪虹洁饰演的潘东妮被称为是全片最清醒的角色，而倪虹洁也将这一角色完美诠释。当潘东妮看着马银波逐渐沉迷在名利中，他试图拉他一把，换来的却是马银波的执迷不悟。倪虹洁压抑的低吼尽显无奈和无助，脖子上抱起的青筋足以说明他的愤怒。之后，倪虹洁饰演的潘东妮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，闭眼时泪水滑下，在睁开眼睛时一脸的坚决，像下定决心般拿出离婚协议。倪虹洁演得太好了，将清醒的无助诠释得淋漓尽致，让荧幕前的观众很难不与他共情。第三位，
郭麒麟。郭麒麟饰演的马默在全片中的戏份并不多，甚至有观众称他为道具儿子，但他却把这一角色演得非常真实。片中的他身穿校服，偷瞄女同学时脸上的坏笑和猥琐的眼神油腻得让人想呕，略显臃肿的身材又为整个人增添了几分傻气。郭麒麟对高中生的塑造太到位，简直不像演的。除此之外，片中冯雷、周放、张子贤、许恩怡的表现也非常精彩，值得一看。有网友是这么评价二手杰作的，用嬉笑怒骂解构着世道人心，一针见血地冒犯所有人。影片的前面的节奏比较慢，但处处都是热梗，直到主角从天台落下，歌声响起，观众会发现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情绪的铺垫和递进，极具喜剧效果又非常治愈。片中的每一个笑点背后都讽刺至极，看似讽刺的是文学圈，实际上讽刺是那些被各种利益左右的人和扭曲的价值观。二手杰作这部电影不知打了多少资方的脸，够荒诞，够讽刺，也够好笑。二手杰作带给观众无数的惊喜。